杂阿含110经。我是这样听说的。有一次，佛陀住在毗舍离城的猴子池旁边。在毗舍离国中，有一位尼坚子耆那教徒，他很聪明睿智，精通各种学说，因为聪明而骄傲自满。他广泛收集各种学说，运用精妙的智慧深入研究，为众人讲解佛法，超越其他论师。他经常这样想：所有的沙门、婆罗门都不是我的对手，就算是如来佛陀也可以与我辩论。那些论师们听到我的名字就会额头冒汗，腋下出汗，全身冒汗。我的辩论之风可以吹倒草木，摧毁金石，降服龙象，更何况是人间的那些论师们能与我抗衡。这时，有一位名叫阿湿波氏的比丘，清晨穿好衣服，拿着钵，举止庄重，目视前方，平稳地走路，进城去托钵化斋。这时，萨遮尼坚子因为一些事情要去村落，从城门出来，远远地看见比丘阿湿波氏，就走过去问道：沙门瞿昙佛陀是怎样给弟子们说法的？用什么样的教法教导弟子们修行？阿湿波氏说：火种居士世尊是这样说法的，这样教导弟子们修行的。他说：诸比丘，对于色物质应当观察无我，对于受、想、行、识也应当观察无我，要勤奋地观察这五受因，把它们看作是病、疮、刺、杀，是无常的、痛苦的、空虚的、非我的。萨遮尼坚子听到这些话后，心里很不高兴，说道：阿湿波氏，你一定是听错了，沙门瞿昙绝不会这样说法。如果沙门瞿昙真的这样说，那就是邪见了，我要去找他辩论，让他停止这样的说法。这时，萨遮尼坚子来到离车族人聚会的地方，对离车人们说：我今天见到了沙门瞿昙的首席弟子，名叫阿湿波氏，我和他稍微讨论了一下，如果按照他所说的那样，我就要去找沙门瞿昙辩论，我会让他随着我的意思来回转变，就像一个人拔茅草一样，手抓住茎杆，在空中摇晃，去除杂草。我也要这样和沙门瞿昙辩论质问，抓住要点，让他随我转变，去除他的邪说。又像酒商挤压酒囊，取出清酒，去除酒糟一样，我也要这样去找沙门瞿昙辩论质问，取其精华，去除邪说。又像织席的工人用席子包裹污物，要去市场卖时，用水洗净，去除污秽。我也要这样去找沙门瞿昙，与他辩论，抓住关键，去除污秽之说。就像王家驯象师牵着大醉象进入深水中，洗他的身体、四肢、耳朵、鼻子，全身沐浴，去除污垢。我也要这样去找沙门瞿昙辩论质问，随心所欲，抓住要领，去除污秽之说。你们离车人也应该一起去看看谁对谁错。有些离车人说，萨遮尼坚子根本不可能和沙门瞿昙辩论。也有人说，萨遮尼坚子聪明智慧，一定能与佛陀辩论。于是有500个离车人跟随萨遮尼坚子一起去见佛陀，准备看他们辩论。那时，世尊正在大林中一棵树下安住，有许多比丘在房舍外的林中经行，远远地看见萨遮尼坚子走来，他渐渐走近比丘们，问道：沙门瞿昙住在哪里？比丘们回答说，在大林中，依靠一棵树下安住。萨遮尼坚子就来到佛陀所在的地方，恭敬地问候，然后坐在一旁。那些离车长者们也来到佛陀所在的地方，有的恭敬礼拜，有的合掌问候，问候后都站在一旁。这时，萨遮尼坚子对佛陀说：我听说瞿昙是这样说法的，是这样教导弟子的，教导弟子们观察色无我，观察受、想、行、识无我，要勤奋地观察这五受因，如同疾病、疮痛、刺痛、杀戮，是无常的、痛苦的、空虚的、非我的。请问这是瞿昙的教导，还是有人诽谤瞿昙呢？是如实说还是不如实说呢？是如法说还是不如法说呢？会不会有人来责难辩论，让您理屈词穷呢？佛陀告诉萨遮尼坚子，如你所听说的，那就是我的教导，是如实说，是如法说，不是诽谤，也不会有人能用辩论使我理屈词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确实是这样教导弟子的，我常常教导弟子们要顺从这样的法，叫他们观察色无我。
受、想、行、识无我。观察这五受因如同疾病、疮痛、刺痛、杀戮，是无常的、痛苦的、空虚的，非我的。萨遮尼坚子对佛陀说：瞿昙，我现在要打个比方。佛陀说：请说。比如说，世间一切事物都依靠大地而存在，同样的，色是我，善恶从此而生；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，善恶从此而生。又比如人界、神界、药草、树木都依靠大地而生长，同样的，色是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。佛陀告诉火种居士：你说色是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吗？他回答说：是的，瞿昙。色是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，这些人都是这样说的。佛陀说：你只要说明你自己的论点就行了，何必要引用别人的话呢？萨遮尼坚子说：色确实是我。佛陀告诉火种居士：我现在问你，你随意回答。比如国王在自己的国土上，对有罪过的人可以处死、囚禁、驱逐、鞭打、砍断手脚；对有功劳的人可以赏赐象、马、车乘、诚意、财宝。他能够这样做吗？回答说：能够这样做，瞿昙。佛陀问火种居士：凡是主人，是不是都能得到自在支配的权利？回答说：是的，瞿昙。佛陀告诉火种居士：你说色是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就是我，那你能随意自在地支配他们，让他们按照你的意愿变化吗？这时萨遮尼坚子沉默不语。佛陀告诉火种居士：快说啊，快说啊，为什么沉默不语？如此问了3次，萨遮尼坚子仍然保持沉默。这时有一个金刚力士鬼神手持金刚杵，发出猛烈的火焰，在空中悬停在萨遮尼坚子的头上，说道：世尊已经问了你3次，你为什么不回答？如果你再不回答，我就用金刚杵把你的头打成7块。因为佛陀的神力，只有萨遮尼坚子能看见这个金刚神，其他人都看不见。萨遮尼坚子非常恐惧，对佛陀说：不是这样的，瞿昙。佛陀告诉萨遮尼坚子：你要仔细思考后再回答。你先前在众人面前说色是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，现在又说不是，前后矛盾。你先前一直说色是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。火种居士，我现在问你，色是常还是无常？回答说：是无常的，瞿昙。佛又问：无常的就是苦吗？回答说：是苦的，瞿昙。佛又问：如果是无常的、苦的，是会变化的法，多闻的圣弟子会在其中见到我、忆我、相在吗？回答说：不会，瞿昙。对于受、想、行、识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佛陀告诉火种居士：你要好好思考后再说。又问火种居士：如果对色还没有离开贪欲，没有离开欲望，没有离开执着，没有离开爱恋，没有离开渴求，当这个色发生变化、改变时，会不会升起忧愁、悲伤、烦恼、痛苦呢？回答说：是的，瞿昙。对于受、想、行、识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又问火种居士：如果对色已经离开贪欲，离开欲望，离开执着，离开爱恋，离开渴求，当这个色发生变化、改变时，是不是就不会升起忧愁、悲伤、烦恼、痛苦呢？回答说：是的，瞿昙。确实如此。对于受、想、行、识也是同样的道理。火种居士，比如一个人身体受尽痛苦，常常与痛苦相伴，那个痛苦不断、不舍，他能得到快乐吗？回答说：不能，瞿昙。同样的，火种居士，身体受尽痛苦，常常与痛苦相伴，那个痛苦不断、不舍，是不可能得到快乐的。火种居士，就像有人拿着斧头进山找坚实的木材，看见芭蕉树又大又直，就砍断它的根叶，剥取它的外皮，一直剥到最里面，却发现完全没有坚实的木材。火种居士，你也是这样，你提出的论点，我现在仔细寻求真实的意义，都找不到坚实的内容，就像芭蕉树一样。而你在这众人中还敢说话，我没有见过在沙门、婆罗门中，有谁的知见能与如来、应供等正觉的知见相比而不被摧伏的，你却说我的辩论之风能吹倒草木，
摧毁金石，降服龙象，一定能让对方额头冒汗，腋下出汗，全身冒水。现在你连自己的论点都站不住脚，先前夸下的海口说能降服他人，现在都被自己打脸了，却连动摇如来一根毫毛都做不到。这时，世尊在大众中掀起上衣，露出胸膛说：“你们试试看，能动摇如来一根毫毛吗？”这时，萨遮尼坚子蓦然低头，羞愧的脸色发白。这时，众人中有一个名叫突木掐的离车人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整理衣服，合掌对佛陀说：“世尊，请允许我打个比方。”佛陀告诉突木掐：“请说。”突木掐对佛陀说：“世尊，就像有人拿着量具，在一大堆谷物中取2、3斗，现在这个萨遮尼坚子就是这样。世尊，又像一个非常富有的长者，突然犯了罪，所有财物都被充公入王库。萨遮尼坚子现在也是这样，他所有的财变都被如来所摄受。又像在城邑村落边有大水，男女老少都在水中游戏，抓住水中的螃蟹，把它的脚剪断，放在陆地上，因为没有脚，就不能再回到水中。萨遮尼坚子现在也是这样，他所有的财变都被如来斩断了，永远不敢再来挑战如来辩论。”这时，萨遮尼坚子愤怒的火冒3丈，辱骂突木掐离车说：“你这个粗鲁的家伙，不懂察言观色，瞎说什么？我是在和沙门瞿昙论辩，关你什么事？”萨遮尼坚子骂完突木掐后，又对佛陀说：“不说那些粗俗低贱的话了，我现在另有问题要问。”佛陀告诉萨遮尼坚子：“随你问什么，我都会回答。瞿昙是如何为弟子说法，让他们远离疑惑的？”佛陀告诉火种居士：“我为弟子们这样说法，所有的色，无论是过去的、未来的、现在的，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，是粗的还是细的，是好的还是丑的，是远的还是近的，都要如实观察，这些都不是我，不异于我，不相在，受、想、行、识也是这样。这样修学的人，必定能见到道迹而不毁坏，能够成就对法升起厌离的见解，守护甘露之门。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究竟圆满，但都能朝向涅槃。这样，弟子们从我的教法中就能远离疑惑。”萨遮尼坚子又问：“瞿昙又是如何教导弟子在佛法中断尽一切烦恼，获得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在现世中自己正知，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？”佛陀告诉火种居士：“就是用这个法，所有的色，无论是过去的、未来的、现在的，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，是粗的还是细的，是好的还是丑的，是远的还是近的，都要如实了知，这些都不是我，不异于我，不相在，受、想、行、识也是这样。他们在那时就成就了3种无上：智慧无上、解脱无上、解脱知见无上。成就这3种无上后，就会对大师恭敬、尊重、供养，如同佛陀。世尊觉悟一切法，就用这个法调伏弟子，让他们得到安稳，得到无畏，调伏寂静，最终达到涅槃。世尊为了让弟子们达到涅槃而说法。火种居士，我的弟子们在这个法中能断尽一切烦恼，获得心解脱、慧解脱，在现实中自己正知，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”萨遮尼坚子对佛陀说：“瞿昙就像壮士挥舞锋利的刀剑，还可能躲避，但是瞿昙的论辩之手却难以躲脱。就像剧毒的蛇还可以躲避，旷野的烈火还可以躲避，凶恶的罪相也可以躲避，饥饿的狮子也可以躲避，但是在沙门瞿昙的论辩手中却难以躲脱。不是我这样平凡轻躁鄙陋之人，论辩准备不充分，就应该来与瞿昙辩论。沙门瞿昙，这毗舍离是个富庶的国土，有遮波离之提、七树之提、多子之提；瞿昙在居楼陀之提、婆罗受持之提、舍重担之提、力士宝冠之提。愿世尊安乐住在这毗舍离国，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及世间众生都应当常常恭敬、侍奉、供养世尊，使这些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长久安乐。请您在此地住下，明天请接受我的一点饱食。”这时，世尊默然接受。萨遮尼坚子知道佛世尊默然接受邀请后，欢喜愉悦，从座位上起身离去。
这时，萨遮尼坚子在路上对那些离车人说：“我已经邀请沙门瞿昙和大众明天供养饭食，你们每人准备一锅食物，送到我这里来。”诸离车人各自回家，连夜准备，清晨送到萨遮尼坚子那里。萨遮尼坚子清晨洒扫，布置座位，准备好净水，派人去告诉佛陀说：“时间到了。”这时，世尊带领大众穿好衣服，拿着钵，前往萨遮尼坚子的住处，在大众前坐下。萨遮尼坚子亲手供养清净的饮食，让大众吃得饱足。吃完后，洗完钵。萨遮尼坚子知道佛陀用完餐，洗完钵后，就拿了一个矮凳，坐在佛陀面前。这时，世尊为萨遮尼坚子说随喜祭。在各种大会中，供奉火祭最殊胜。吠陀经典中，婆毗帝为最尊贵，人中以国王为最，诸河以海洋为最，众星以月亮为最，光明以太阳为最，十方天人中正等正觉为最。这时，世尊为萨遮尼坚子用各种方式说法、开示、教导、启发，令他欢喜后，就回到原处。路上，众比丘们一起讨论。500个离车人各自为萨遮尼坚子准备饮食，那些离车人获得什么福报？萨遮尼坚子获得什么福报？这时，诸比丘回到住处，放下衣钵，洗完脚后，去到世尊那里，头面礼足，退坐一旁，对佛陀说：“世尊，我们刚才在路上讨论，500个离车人为萨遮尼坚子准备饮食，供养世尊和大众，那些离车人获得什么福报？萨遮尼坚子获得什么福报？”佛陀告诉诸比丘，那些离车人准备饮食给萨遮尼坚子，因此从萨遮尼坚子那里得到福报。萨遮尼坚子得到佛的功德，那些离车人得到不施有贪、嗔、吃因缘的果报。萨遮尼坚子得到不施无贪、嗔、吃因缘的果报。